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差不多是连续2期给大家分享了厨房铺地板砖的整个过程。上一期的视频呢是铺到了立柱的位置，我们在那边煮饭呢就挡住了师傅做工，然后就把锅碗瓢盆全部搬到窗户这边来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栋房子啊，我们改造了4个半月的时间，它的成果究竟怎么样？然后呢，大家也非常关心的就是这栋房子到目前为止究竟花了多少钱？其实啊，能找到这样的一栋房子，也是本地的一个大哥介绍的。前2年我到这边游玩的时候，本地的这个朋友呢就告诉我，在江边有一栋闲置的房屋，17年左右都没有住人了，房子是非常破烂，整个房子呢全部被竹林笼罩着。那这户主人家呢搬到长沙那边去了，然后在马路那边呢也新建了房子，所以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就空出来了。然后通过多方面的了解，再找到这户主人家的电话，我们大概商谈了将近2-3个月的时间，最后呢以一个10.08万的价格把这栋房子给买了下来。房屋的占地面积以前只有100多平，然后呢我们是加建了一个厨房，前后扩建了将近有几十个平方。那现在房子的占地面积呢，房屋也就是建筑面积将近有200多平，260-270左右吧。然后这个院坝呢将近有70-80平，整栋房屋的占地面积将近有350平左右。这栋房子啊，很遗憾的是没有菜地。以前在这边实际上是有很多户人家的，但是大部分的老乡呢都嫌弃在江边交通不便利，所以呢陆陆续续大家都搬走了，唯独就剩下了这栋房子，现在也变成了独门独院的房子了。当然通过很多镜头大家也看得出，这栋房子呢是距离江边非常非常近，旁边还有一座石头山，非常的陡峭，石头之上呢长了很多药材，经常啊都有人到这边采药。那这边呢门前的这条江叫做清水江，它的上游呢是从贵州那边流下来的，整个江面长时间都是波光粼粼，水非常的清澈干净，江里面的鱼也是非常多的。2楼这边今天是有个师傅在这里做工，这里有一面外墙，现在要打上基础，石膏板和石膏板之间是有缝隙的，我们要用腻子粉把它填充起来，像这些缝隙的位置要用网格布这样子给它覆盖起来，然后上面呢再刮上腻子粉。2楼的这个露台位置，我们是留了一个楼梯口，从1楼的厨房走上来的。这个楼梯口现在下雨，雨水是可以从这边流到厨房里面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是到镇上去买了这样的一块黑色的薄膜布，把它给盖起来了。那现在2楼的装修基本上已经快完成了，只剩下了这个露台的位置，将近有60个平方左右。然后这个露台我们要打上栏杆，还要给它盖起来。那究竟用什么材料去盖呢？第一种方法有镀锌管，第2种还有木头。那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哪种材料比较好一些呢？
2楼的位置，我们是做了2个房间，一个客厅，房间都是做的比较大的，将近有40多个平方左右。这边进来之后就是一个房间，斜面的屋顶已经做好了桑拿板吊顶，墙面呢都已经粉刷好了腻子墙，白颜色的墙面加上实木的吊顶，这样的风格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外面这里是一条过道，这边的玻璃还没有安装。这个过道我们留的是1.6米的宽度，高度呢是2.2米左右。2楼这样子做了吊顶之后，整体给人的感觉更简约、美观、干净、整洁。要不然啊，以前在2楼的房间，抬头上看就可以看到这些檩条、瓦条还有瓦片。您已进入监控区域。2楼的整个塞壁，我们是用铝合金做的框架，然后呢要装上玻璃，底下是安装固定的玻璃，上面是安装开合的，平时可以打开窗户透透气。这个样子呢，既可以保证了整栋房子的通风透气，然后呢，在房间里面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江面的风景。山水读院这个频道的粉丝朋友，可能都没有看过这栋房子最开始的样子。刚来的时候啊，非常的破旧。我们整个外面的砖墙、厨房还有外面全部都是新修的。基本上这栋房子与其说是改造，更应该说啊，这相当于是重建了一栋房子。所以整个费用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是45万左右。那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到底贵不贵啊，朋友们？最后石头也想问你们，如果换作是你愿意花这么多钱在农村来改造一栋房子养老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里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那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把这栋房子改造完成，我们也一起期待改造完成之后的样子。那这期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